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今天来做个我心心念念想了很久的咖喱包。日式咖喱包应该是油炸的，考虑到如果我做了油炸的，肯定会有很多人问我能不能用烤箱烤，索性就直接来个烤箱版的咖喱包。按照我这个方法做，烤箱版的咖喱包也照样外脆内软，真的超级好吃。先来揉面，按照配方先放入牛奶、鸡蛋、酵母，再放入其他材料，先用厨师机的5档揉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面团呈现一个看似比较光滑的状态，拉开膜，破洞有锯齿，这样就可以加入软化的黄油了。加入黄油以后，先用3档揉3到5分钟，等黄油揉进面团里了，再转5档揉3到5分钟。如果大家想做这个面包，家里没有高筋和低筋粉的话，用中筋粉也可以做。中筋粉揉面方法参考我上周发的中筋粉吐司的视频。最后揉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，破洞光滑，没有锯齿或者有非常少量的锯齿。如果用中筋粉做，揉到9分筋，有少量锯齿的状态，不要把膜揉太好。揉好的面团温度不要超过28度，然后把面团滚圆，让它在不超过28度的环境里发酵。下面来做咖喱馅儿，这个馅儿的配方和面团的配方是刚刚好的，可以做10个小咖喱面包。中火把锅烧热，放入1勺油，大概是10到15克，先放入洋葱翻炒。洋葱炒软以后，放入胡萝卜和土豆，翻炒片刻后，放入猪肉馅儿，把肉馅炒散，肉馅炒散后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量刚刚没过蔬菜就好。然后加入咖喱块，搅拌一下，让咖喱块融化。咖喱块的品牌不同，汤的浓稠度也会不同。等咖喱块融化后，看这个汤的状态，再酌情考虑加不加水。我这个看起来比较稠，就再稍微加一点水。如果水加多了也没关系，就开大火煮，煮的时候不停地搅拌，等水分挥发了就好了。根据个人的口味加一点盐和白胡椒粉，然后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焖5到10分钟。像我这个汤很浓稠的状态，你就要经常去搅拌它，不要让它糊锅。最后土豆吃起来可以达到你想要的口感了，看这个汤也非常浓稠，就像酱一样的状态了，这样就可以关火了。然后把咖喱馅倒在碗里放凉备用。我买的咖喱是这种的。然后下边这一步是可做可不做的，如果你觉得麻烦也可以不做，但是做了烤出来的面包会非常好，又香又脆，口感还不会干。开中小火把锅烧热，放入适量的油，然后放入面包糠，用小火不停地翻炒，炒到面包糠变成金黄色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盛出来了，倒在一个大盘子里备用。盛出来以后颜色还会再变得更深一些。面团发到原来的2到2.5倍大，手指蘸面粉在面团里按一下，按下去有轻微回弹，面团也没有往下塌陷，这样就发好了。然后把面团倒扣出来，给它平均分成10等份。如果你觉得做10个太小的话，也可以分成8个。分割好以后，就把每个面团都滚圆。全部滚圆好以后，给它盖好，放在26度的环境里松弛30分钟。整形之前提前准备好面包糠和一些牛奶。看这个咖喱馅儿凉了以后，它就变成固体的了，这样就比较好包。接下来要注意啦，怎么包可以让这个面包不露馅儿？轻轻的给面团按扁，用擀面杖给面团擀开，但是注意只擀中间，不擀4边。我
们要让它就像一个小的披萨饼一样，最外圈厚一点，中间薄一点，然后翻面，放上咖喱馅儿。咖喱馅儿等凉了以后称一下总重量，然后每个面团包入1/10的咖喱馅儿。我的咖喱馅儿做好以后，最后总重量差不多是318到320克。就这样把底边捏紧，看上去像一个大饺子，然后翻过来，轻轻搓2下，这样就好了。表面蘸一层牛奶，再均匀地蘸上一层面包糠。放在烤盘上，10个面团我分2个烤盘烤。第一盘放在预热到30到35度的发酵箱里发，放进去以后我会关掉发酵箱，用余温发酵。第二盘我放到烤箱里发，烤箱也是把发酵功能提前打开，预热到35度，放进去以后把烤箱关掉，然后就休息一下，耐心等待它发好。一般我会发酵30分钟后就开始预热烤箱，把里边的面团拿出来，就放在桌子上，表面盖上防干。烤箱预热，上火225度，下火210度，至少要预热20分钟。因为这个面团糖少，表面又沾了面包糠，烤的时候不容易上色，所以烘烤温度要高一些。面团发到比原来大了一圈，按下去有轻微回弹，然后面团上还能留下一个小凹陷，这样就可以烤了。把它放入烤箱的中层，还是用这个预热的温度烤12分钟，面包呈金黄色就可以取出来了。震一下烤盘，然后把面包放在晾架上晾凉。第一盘烤好以后，第二盘也发的差不多了，和上一盘是同样的温度和时间烘烤。咖喱包刚烤好以后，热着吃特别好吃，外皮焦香脆，麦香味浓，面包松软，内馅柔软，还有轻微流心，吃起来沙沙的。我一口气吃了俩，感觉做小了，吃一个不过瘾。真的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这个咖喱包，太好吃了。吃不完就放到冰箱冷冻起来，或者室温20多度放1天也不会坏的。第2天表面喷水，放入烤箱230度，再烤3到5分钟，就可以和刚出炉一样的口感啦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